莫桑比克是位于非洲东南部的一个国家。莫桑比克最早的居民是科伊桑人，从9世纪开始，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相继来到莫桑比克，他们在莫桑比克北部和中部沿海建立了贸易据点。当时，印度洋贸易的繁荣带动了包括今莫桑比克在内的众多东非沿岸城镇，这些城镇基本上是自治的。当时，这些城镇与来自非洲内陆和广阔印度洋地区的商人进行黄金和象牙贸易。15世纪中叶，莫桑比克地区被津巴布韦史上著名的莫诺莫塔帕王国征服。15世纪末，葡萄牙为打开西欧通往东印度的航路，来到莫桑比克。1505年，葡萄牙人用武力驱逐了在索法拉的阿拉伯人，建立了在莫桑比克地区第一个殖民据点。2年后，葡萄牙人侵占莫桑比克岛，葡萄牙人随后以莫桑比克岛的名字将该国命名为莫桑比克。莫桑比克一词是当时统治莫桑比克岛阿曼商人的名字。葡萄牙人占领莫桑比克岛后，直到1898年，现今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才取代了莫桑比克岛的行政地位。在16世纪20年代，葡萄牙人控制了莫桑比克沿海的几个主要港口。16世纪30年代，一小群葡萄牙商人和淘金者渗透到了内陆地区，他们为了独占当地黄金贸易，在赞比西河畔的塞纳和特特设立了驻军。1629年，葡萄牙人利用莫诺莫塔帕王国内讧之机，取得了对莫桑比克内陆地区的支配权。17世纪初是葡萄牙在东非势力极盛的时代，他们从莫桑比克输出大量黄金，每年光是从克里马内输出的黄金就有6万盎司。1700年，葡萄牙宣布莫桑比克为保护地，1752年改为殖民地，由里斯本任命总督统治。在莫桑比克中部，葡萄牙人试图通过建立 Praças 来使他们的贸易和定居地位合法化并加以巩固。17世纪中叶，葡萄牙将当地王室特许土地转送给一些大地产所有者，以此来代替地方酋长统治。与此同时，葡萄牙开始从莫桑比克输出奴隶。到18世纪，奴隶已取代黄金和象牙，成为赞比西河流域的主要出口商品。莫桑比克的奴隶买卖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在19世纪末叶，葡萄牙向邻国输出了大量契约劳工。在平定了赞比西河地区大地产主的叛乱之后，葡萄牙殖民当局于1888至1893年成立了莫桑比克公司、尼亚萨公司和赞比西亚公司。这些特许公司控制了莫桑比克2/3的领土。在恩格尼酋长与绍纳酋长领导的反抗斗争中，葡萄牙人一度被逐出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交界地区。尽管这些抵抗最终被残酷镇压下来，但是莫桑比克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与此同时，葡萄牙对莫桑比克的占领不断遇到西欧列强的挑战。19世纪60年代，临近莫桑比克的开普殖民地发现黄金和钻石，西欧列强对莫桑比克的争夺更趋激烈。1869年，英国试图占领德拉瓜河湾，但没能成功。在1884年召开的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中，葡萄牙在东非的势力范围得到法国与德国的承认。1891年，英国承认了莫桑比克为葡萄牙势力范围。同年，两国正式确立了在东非的边界，由此莫桑比克被称为普属东非。到20世纪初，葡萄牙人将莫桑比克大部分地区的管理权转移给了大型私人公司，这些公司主要由英国金融家控制。1930年，葡萄牙军事独裁者萨拉查颁布殖民条例，取消了莫桑比克人民有限的自治权和特许公司的开发权。1951年，葡萄牙在非洲的海外殖民地更名为葡萄牙海外省。1960年6月16日的穆埃达大屠杀导致马孔德抗议者死亡，引发了莫桑比克脱离葡萄牙统治的独立斗争。60年代以后，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葡萄牙被迫修改殖民政策。1964年初，葡萄牙颁布海外省组织法，名义上给非洲人以葡萄牙公民权，并扩大了莫桑比克地方政府的权利，但实际上仍对非洲人进行军事镇压和加强政治控制。随着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非洲蔓延，许多支持莫桑比克独立的秘密政治运动应运而生。1964年9月25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发起了针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游击运动。
这场冲突连同此前已在安哥拉和蒲舒几内亚爆发的战争，一起构成了葡萄牙殖民战争。经过10年英勇战斗，反抗葡萄牙殖民武装力量由200人发展到2万人，并解放了北部3省以及中部2省的部分地区。1974年，葡萄牙发生政变，葡萄牙新政府随后于当年9月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签署了卢萨卡协议。根据协议，莫桑比克于1974年9月20日成立了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为主体的过渡政府。然而，由于民族派系矛盾严重，莫桑比克独立伊始便陷入内战，直到1992年，莫桑比克局势才趋于稳定。据估计，在内战期间，约有100万莫桑比克人丧生，170万人逃往邻国，还有数百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由于旷日持久的内战、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导致莫桑比克虽然具备发展经济的优势条件，但在独立近50年后，却始终没有摆脱一贫如洗的窘境。目前，莫桑比克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和重债穷国。